顾大人，大事不妙，我怕宫中有大事发生。诸位大人，圣上突发急症，龙御宾天。临终时留下遗诏，传位于临淄王，以叛国罪论处谢威及燕氏一党。圣旨在此，尔等还不接旨吗？一派胡言！圣上虽然龙体欠安，却一向有太医悉心调理，怎可能会急症宾天？况且，圣上若是有事，内廷为何未有消息，却由你来通报？前几日圣上上言，谢威、燕氏其罪可宽恕，又怎会下这样的圣旨？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？顾尚书所言极是，我们要面见圣上，我们要面见太后。面见太后！面见圣上！面见太后！面见太后！面见圣上！面见圣上！撤！这是干什么？顾大人，诸位大人，圣上驾崩，国丧当前，太后悲痛欲绝，你们还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是何居心？本宫受圣上之遗诏，是为辅政大臣，当负有处理朝政、稳定宫闱之责任。在万事落定之前，所有人不得离开太极殿。不让我们走啊！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在这里看管好各位大人，其余的跟我走。看来这谋逆之举是蓄谋已久啊！先生，这边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之前的旧伤而已，无妨。此乃圣上赐下的令牌，可随意出入皇宫。你拿着它，可以调来城外的燕家军，秦王平乱。为何帮我？世人并非只分好坏二字，谢威身上本有圣贤之意，可为了保护一些人，也为了对付一些人，他不得不将自己伪装起来，不得不犯下那些所谓的坏事。但他的初心，他的坚守，希望大人能够看到。谢少师的为人，我起初怀疑过，也试探过，他这样的人，不该就这样亡于小小阴谋。因为你这样的人，不该就这样死在这里。走。谢大人，不对，应该叫你定妃才是。真是没想到你在本宫的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多年，真是好本事，不愧是我薛远的儿子。只不过你还是棋差一招，今日此地依旧是你我父子二人。当年没能杀了你，才给现在遗留了这么多祸事，让你多活了20年，也算是老天对你的仁慈了。谢少师，听国公此言何也？当年就是在这皇城里，薛远为抢头功，为谋权柄，违背咽喉计划，
贸然抢先攻城，致使城内百姓血流成河，就连无辜孩童也未幸免。世人皆道平南王寡廉鲜耻、暴虐滥杀，殊不知薛远亦是欺世盗名、丧绝人伦之徒，他亦是大秦的千古罪人。那你就错了。人之贵贱，在乎天意。凡人便是想要往上爬的一步，也需要那些高高在上的贵人垂青，或为人奴，或为人臣，卖性命，卖才华，出卖自己能出卖的一切。这有什么错吗？本宫从曾经一无所有、备受冷落的庶子，走到现在，就是步步为营，可以舍得一切，方才立下如此大业。万千百姓如何？无辜孩童如何？亲子又如何？就算再来一次，本宫还是这么做。歪理邪说！你舍弃的从来都不是你自己，而是旁人。20年前，你连自己的亲生儿子、原配发妻都能舍弃，难道来日你就不会舍弃这些为你卖命的人吗？在你心中，除了燕氏一门，你还记得你姓过薛吗？既然你是一个养不熟的狼崽子，那本宫又何须对你仁慈呢？那我母亲呢？她从未有负于你，她一心待你，可你呢？你只把她和燕家当做一块踏脚石。事到如今，再说这些又有何意义？反正今天你们必须都死在这里。来人呐，把他们给我杀了！先生幼时曾在皇宫地道藏身，知道城中入口，可直通宫内。江姑娘，你怎么样？别管我了，救人要紧。好吧，那你保重，走。圣上，该喝药了。剑叔，
公，我们中计了！擒拿谢威！放箭！薛远，你败局已定，薛爷已被我们擒拿，我劝你束手就擒。是你设局，引我来到此处。你的心思，一在谋害圣上，二在盯着我跟燕翎，但你却忽略了南边的通州之地。圣上早已命令通州燕家军精锐藏入皇宫地道，就等着这绝杀一刻。没想到吧？当年那条暗道还有这般作用。不可能的，我已经派人盯牢了皇宫，你不可能有机会和沈郎合谋的。你的野心昭然若揭，早在我离京之前，就已经跟圣上布下了棋局。写经还有何事？还请圣上恕臣欺君之罪。欺君？圣上可还记得20年前皇宫地道一人一只的虎头衔？舅父说，能打虎的都是英雄。殿下跟我一人一只虎头衔。殿下和我一人采一只，这样咱们就都不怕了。鼎妃，你才是薛鼎妃。那先前，难怪朕觉得先前那个薛鼎妃跟小时候感觉不太一样，连性格都差了许多。可是你已经回京多年，为何直到此刻才和朕相认啊？圣上，臣选择现在与圣上相认，是希望圣上别再因为忌惮燕家而任薛氏掌权。薛氏是国之毒瘤，不得不除。薛氏也是你的家族，你找来替身，又压制薛家，难道是还在记恨着当年相替之事，也在记恨着朕吗？圣上，这么多年，臣确实有过筹谋之心，不过，并非是为了一己之恩怨，而是为了当年枉死的义士和大千万千的百姓。圣上与天下百姓一样，皆以为当年300忠魂之伤，全因平南王的弑杀成性。其实不然，当年平南王为逼圣上现身，的确是杀了一部分人，而剩下来的那些人被平南王用来威胁薛远撤军。然而薛远为了抢夺那破城的首功，全然不顾与燕侯事先商定好的作战计划，更不顾前线将士和全城百姓的性命，致使平南王恼羞成怒，在皇城大开杀戒。当年的罪，薛远也要担上一半。他们隐瞒了朕这么多年。从那以后，薛远野心更甚，不仅结党营私铲除异己，更是欺上瞒下，豢养私兵。因兴兵时，他贪墨赈灾款，盗取军械，草菅人命，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强抄永义侯府。其余揽权专断、横行霸道、欺压良民之事，更是数不胜数。奈何薛家树大根深，盘根错节，臣只恐此去边关，无人能在数位圣上左右。薛家一心一气，必将发动宫变，届时就没人再能阻止了。薛远狼子野心竟已至如此，
朕真是亲手豢养了一头凶兽。圣上，你的龙体。丁妃，朕不瞒你，御医有言，朕撑不了几年了。来日幼主孱弱，薛远却手握重兵，外有大越强敌，内有金陵虎视眈眈，朕的皇子该如何？这天下倒是又该如何呀？圣上，这一切还未到山穷水尽之时。若圣上能信赖臣，臣有一计，可解此局。但说无妨。明面上，圣上下旨令臣带着通州守军前往边关和谈；暗地里，臣可以带着圣上的另外一道旨意，赦免燕氏父子之罪，暗中前往边关。届时，两班燕家军在边关合二为一，定能大挫大越之锐气。安边境10年之期，此为其一。其二，金陵紧盯通州多年，定会趁此守备空虚之机，意图染指京城。然而，这冯明宇已死，平南王手下可用之将不多。以他多疑的性格，多半会亲自挂帅上阵。届时，臣与燕氏父子便以边关之兵力瓦解平南王势力。若真如此，那这京城之中依旧是薛氏的天下。所以，臣需要圣上配合演一出戏。授人以柄，示人以弱，置死地而后生。根本没有什么矫诏，赦免燕家之罪，让燕侯燕陵前往边关重掌燕家军权，出兵大越，剿灭平南王，这一切种种，圣上早就追许，其中的每一步都在计划之中。你以为圣上不知你与贤妃下毒之事，只是演戏，让你放松警惕罢了。来人！圣上，圣上，动手！快将他压住！是。大胆！你们设下了圈套，将我诱入局中，想以谋反之罪，将我薛氏连根拔起。路都是你自己选的。从你豢养私兵开始，你的野心早就不止在国公之位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圣上命我前去招安是为了薛氏之罪，尘封已久。我欲昭雪20年前义士和百姓之冤，就需要张大人这样的正直之士。好一个一箭三雕！我承认，我输了，但唯一让我欣慰的，我是输给了我自己的儿子。你赢了又如何？就算我十恶不赦，那我也是你的生身父亲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你若杀了我，便是弑父。将来你如何面对天下人的悠悠众口呢？丁妃，我们才是真正的血脉至亲，我们父子之间有什么仇怨是过不去的？你为何一定要去帮那个沈郎呢？当年太后用你母亲的性命逼你出去，就是为的他，就是因为所谓的贵贱尊卑，臣为君死，你就不恨吗？